大家好，我是盼盼。家家戶戶都有一把指甲刀，平時用來剪指甲、剪線頭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可能還有很多的朋友都不清楚，其實在指甲刀的尾部上面還有幾個很棒的隱藏功能，非常的實用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沒有利用起来。今天就教你指甲刀尾部的幾個妙用，下面讓我們一起來具体了解一下吧。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指甲刀尾部的銼刀。平时我们剪完指甲的时候，有时候指甲剪得不夠平整，那麼可以用尾部的這把銼刀來磨平一下，把指甲磨平整，這樣剪過的指甲就不容易劃傷自己。如果我們的指甲縫隙裡面經常會有一些污垢卡進去，也是可以用這個銼刀把指甲縫裡面的污垢給清除出來。指甲尾部的這把銼刀除了正常的用途之後呢，其實我們只需要把它動一下，就能夠變成一個非常實用的小工具。生活中的各種家具總是離不開螺絲，很多情況下都會用到螺絲刀去擰螺絲，但是大大的螺絲刀卻又不能隨身攜帶，所以擰東西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拿出隨身攜帶的指甲刀了。指甲刀上面的小銼刀也是非常的堅硬的，而且它的角度剛剛好，可以用來代替螺絲刀。像日常生活中見到的，不管是10字的還是1字的螺絲，都可以用這個小銼刀去擰。第二個妙用，當蚊香支架。儘管每盤蚊香裡面它都會自帶一個蚊香架，但還是會經常找不到蚊香架。我家就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。網絡上也有特別精美的蚊香架賣，但是覺得不太實用，花錢去買一個不實用的東西擺在家裡，還是挺多人不願意幹的事情。而指甲刀中間的小銼刀，它的頂部剛剛好可以插入蚊香最中間的那個孔，把蚊香給托起來。我們只需要把它掰成平行的狀態，中間的小銼刀讓它豎着，就是一個迷你的穩定器。因為指甲刀它有一定的重量，所以它特別的穩固。一般的指甲刀做蚊香架比蚊香自帶的蚊香架要穩固幾倍。很多朋友都用慣了這個方法之後，每次點蚊香就不願意再用指甲刀了。不管您家的蚊香是整盤的，或是掰斷的，又或者是燃燒剩下的小段，這一些都可以用指甲刀來給它固定，把它燃燒盡，不浪費。如果您家裡剩下一小段，很多時候都會直接把它扔掉，這樣子就太浪費了。可以利用這個指甲刀來給它夾住，盡量把剩餘的蚊香都用完。妙用3，可以用來代替鉗子，也是特別硬。生活中用到時總是需要質地更硬的老虎鉗去擰，如果需要彎鐵絲時找不到鉗子，那麼小小的指甲刀也能做到，就可以用指甲刀來代替。把鐵絲插進指甲刀的小孔裡面，就可以把鐵絲折成任意形狀，並且由於這個小孔比較圓潤，彎折過後的鐵絲並不會像用老虎鉗夾過的一樣出現很多劃痕。這樣彎折過後的鐵絲造型更強，而且更加光滑。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彎折鐵絲的時候，並不是時時都能找得到的，但是指甲刀卻是非常好找到的。妙用4，喜歡吃瓜子，但是嫌剝瓜子麻煩嗎？你還在用手一粒粒的剝瓜子嗎？有些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但是卻愛吃瓜子，嗑着瓜子嘮嗑消磨時間，享受着愜意的時光，但是每次用手剝卻非常的困難，手指或者是手指甲很容易受損。其實剝瓜子是有訣竅的，只需要一個指甲刀，幾分鐘就能剝一大碗。剝瓜子時準備一個指甲刀，把瓜子放在指甲刀的刀口，再將指甲刀一壓，就能夠輕鬆地剝開瓜子殼了。取出裡面的瓜子扔了，解決了很多人困擾的煩惱呢。釋放了門牙和指甲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妙用5，拆快遞。相信平時偶爾網上買東西是很多朋友的愛好，我也一樣，總是喜歡淘一淘自己喜歡的東西。但是每次拿到快遞盒子都需要費勁的拆卸一番，上面的膠帶可是很穩固的，怎麼拆都拆不開。這時我們就可以將指甲刀上面的小銼刀部分掰開，再用小銼刀的刀頭戳進快遞紙箱的上面，
膠帶一劃就能夠輕鬆的拆快遞了，又快又不傷指甲，關鍵是能夠隨手拿到，是很方便的。指甲刀特別好用，像這個指甲刀如果是鈍掉的話，我們想磨平它幾乎是不可能的，因為第一點它非常的難磨，我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磨。再一點就是說，雖然這個物件非常的小，但是我們又捨不得把它扔掉。其實指甲刀變鈍了，先查看有沒有殘缺口，如果沒有是可以打磨恢復使用的。所以接下來就教大家一招，只需要一件廢品就可以把指甲刀磨得非常的锋利。準備一個易拉罐，剪下來一小片就可以用來磨指甲刀了。操作方法非常的簡單，用指甲刀的这個邊緣去剪這個鋁製品，我們這樣多剪幾下就可以增大一個摩擦力，可以讓這個指甲刀鋒利起來。我們把它的兩邊都這樣剪一下，這個指甲刀就會變得非常鋒利了。以上關於指甲刀尾部隱藏的這些功能，現在大家都清楚了吧？非常簡單實用的幾個用途，沒想到小小的指甲刀還可以這樣使用吧？學會了之後立馬在家試試吧。如果覺得方法實用，請記得點讚轉發哦，讓更多朋友們也能夠知道。每天都會分享不同的精彩視頻，記得關注我喲。我是盼盼，感謝你的支持。